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报民说。绝不承诺加入台海之战，澳大利亚的副总理明确表示没有答应美国。最近在澳大利亚政坛，关于阿库斯核潜艇的问题成了热点，而澳大利亚副总理马尔斯在解释这项工程的时候，却意外地带出了台湾问题，让人感到非常的奇怪。根据协议呢，澳大利亚打算耗资3680亿美元，先从美国购买3艘弗吉尼亚级潜艇，然后从英国订购5艘核潜艇。虽然这份协议是莫里森政府时期签署的，但是作为昂萨集团的核心成员之一，继任的阿尔巴尼斯政府也没有胆量把这份协议废除。澳大利亚的纳税人要为了这几艘潜艇出几千亿美元的天价，作为一个只有2200万人口的国家，这是一个沉重到离谱的财政负担。因此外界对澳大利亚政府的动机是非常怀疑的，特别是在美国人看来，核潜艇这样的大国重器是不能轻易给别人的，哪怕是铁杆盟友也要掂量掂量，除非这个盟友向美国承诺过什么非常重要的事情。于是在记者招待会上，美国广播公司的记者大卫·斯佩尔斯就问这个马尔斯澳大利亚是不是曾经向美国承诺，如果中美因为台湾问题发生冲突，澳大利亚会加入美国一方呢？用这样的承诺来唤起弗吉尼亚级的潜艇呢？马尔斯当场就断然表示没有这回事。他说当然没有，也没有人寻求这样的承诺。我听过很多评论员的猜测，这完全是错误的。美国记者要求他再次确认没有交换条件的时候，马尔斯换了一个词，他说绝对没有，我再明确不过了。他还重申第一艘弗吉尼亚级潜艇上挂上国旗的那一刻，就是完全澳大利亚政府控制的那一刻。澳大利亚海军有个笑话一般的建设目标，是什么呢？对抗中国人民解放军，防止解放军海军切断澳洲的对外贸易。这真是昏了头了。澳大利亚长期跟随美国和英国参加了大大小小的战争，为维护昂萨集团主持的世界秩序做贡献，不见得对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有多少好处。当昂萨集团把主要矛盾对准中国，对准澳大利亚的第一大出口对象的时候，澳大利亚的好处在哪里呢？近年来美国在西太平洋范围内反复拉拢不同的国家，试图让他们承诺一旦大陆发起统一战争，就要加入美国一方，武力介入台海。到目前为止除了日本之外，还没有几个亚太国家很积极的响应。所有国家的所有执政党都很清楚，台湾问题是中国的核心利益，是中国的逆鳞。如果在这个问题上做出了错误的选择，必然不会有好结果。澳大利亚因为莫里斯政府无脑的跟风美国同中国作对，遭到了好几年的贸易禁运，直到莫里森下台，中国才考虑放行澳大利亚的农产品。如果因为台湾的问题走错了路，不要说农产品，连铁矿石都卖不出去了，中国市场占澳大利亚铁矿石出口的80%。如果这一部分需求消失，澳大利亚成为一个自己种自己吃的农业国，老老实实的在澳洲岛上盘袋鼠也没什么不好，免得今天跟着美国爹明天跟着英国妈出去祸害第三世界国家。这一次澳大利亚副总理关于核潜艇问题做出这样的斩钉截铁的表态，立场是非常的明确，看来进步是够快的。好，这期话题我们就评论到这里。